连死都死不起了。这是2025年很多中国家庭在面对殡葬账单时发出的绝望叹息。曾经被视为稳赚不赔的阴间地产，如今也跌入寒冬。龙头企业上海福寿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让整个资本市场震惊的答卷，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高达 2.61 亿元，由盈转亏。这是他自2013年在香港上市以来首次出现亏损。如果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冰山一角，那么殡葬业就是被认为永远不会冷的另一块。毕竟人终有一死，死亡是刚需。过去10几年，殡葬业在资本市场上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代名词。从2010年到2023年，福寿园的营收从区 3.5 亿元暴涨到 26.28 亿元，净利润最高时逼近8亿元。那时候，福寿园靠着天价墓地一次次冲上热搜。2023年，福寿园旗下上海松鹤园新开墓区一块 0.6 平方米的3穴墓，售价高达 45.78 万元，折合每平方米76万元，比豪宅还贵。网友讽刺说，在上海，活人住不起房，死人也住不起墓。然而，仅仅2年后，这个昔日的暴利神话轰然倒塌。2024年，福寿园归母净利润骤降至 3.73 亿元，同比下滑 52.8%。2025年上半年更是直接跌入亏损深渊，营收仅 6.11 亿元，同比暴跌 44.5%。墓园收入是福寿园的现金流，贡献了80%以上的营收。但今年上半年，墓园服务收入仅 4.77 亿元，同比下滑 47.35%。最刺眼的数据是，福寿园的平均墓穴售价从12万元暴跌到 6.3 万元，几乎腰斩。上海市场最惨，上半年收入仅 2.4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54.2%。河南、黑龙江等地跌幅也超过 50%。昔日的阴间豪宅，如今被打回冷宫。为什么连死人都没人愿意安置了？重庆临安陵园一位负责人说了一句大实话：过去3天内办完丧事立刻定墓的热葬，现在越来越少。很多客户选择先把骨灰寄存起来，1年寄存费不到300元，可以拖个3年5年。这句话背后是消费降级的赤裸现实。中国经济正在下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跌破 3%。通缩阴影下，居民消费意愿急剧下降。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信心指数已经跌到10年来最低点。以前的客户觉得死了必须买墓，愿意咬牙花钱，现在的客户直言能办个丧事就行，没必要追求豪华墓地。有殡葬销售员透露，如今在推销高端墓时，听到最多的拒绝理由是钱不好挣，凑合一下吧。另一名从业者甚至无奈地说，现在年轻人连婚都不愿意结，哪还有心思提前买墓？他们宁愿花钱去旅行，也不愿意为死人当房奴。福寿园并不是唯一一个倒下的。根据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9月14日报道，南京的万同园今年上半年收益仅1106万元，同比下降 54%， 直接由盈转亏，亏损额 938.9 万元。安贤园则在半年报中披露，营收下滑 16.88%， 净利润下滑 11.67%。中国生命集团也在公告中承认殡葬收入大幅承压。换句话说，整个行业都在躺平。曾经高高在上的殡葬业，如今也在与奶茶店、理发店一样，遭遇没人买单的困境。你知道殡葬业的最新冷笑话吗？过去中国人活着买不起房，现在连死也死不起。更残酷的是，过去买不起墓是因为太贵，现在买不起墓是因为大家没钱买，即使降价一半，还是卖不动。
这种荒诞的现实正映照出中国经济的深层危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 2.1%， 远低于物价和医疗、教育等刚性开支的增幅。居民储蓄意愿上升，消费意愿下降。麦肯锡的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中产家庭表示未来要减少非必需开支，而目的正好被他们划进了非必需。于是，曾经的印钞机福寿园一夜之间成了亏损王。在中国，殡葬业一直被视作永不衰退的行业，因为人口再怎么变化，死亡是刚需。可现实狠狠打脸了这个逻辑。2025年上半年，中国的死亡人口仍在增加。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2024年全国死亡人口达到1126万人，预计2025年这一数字将维持在1100万以上。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但殡葬企业的利润却集体跳水。为什么？因为活着的人没钱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乏力，居民债务水平却居高不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突破 64%， 创历史新高。简单点说，很多家庭活着都在负债，哪还有余钱给逝者买墓？于是，殡葬市场出现了两个极端：一头是富人依旧买天价墓，彰显身份；另一头是普通人转向廉价的避葬、骨灰寄存。重庆临安陵园的关一位负责人透露，一个避葬只需3000元，而骨灰寄存1年只要300元。在现实面前，寄存成了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这背后是消费观的彻底转变。过去大家认为死要面子，一定要入土为安，如今越来越多人觉得活着才是硬道理。曾几何时，中国殡葬业被骂为暴利行业，一块墓地动辄10几万，甚至几十万。2018年，有媒体统计，北京、上海的墓地价格普遍在10万至30万元区间，贵的甚至过百万，比房价还要离谱。然而，到了2025年，这个神话破了。福寿园的平均墓穴售价直接从12万元暴跌至6.3万元，腰斩一半。安县园、万同园等公司的墓地销售也不得不跟随降价。这并不是企业良心发现，而是市场需求萎缩，逼得他们降价自救。这场墓地大甩卖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突破 2.3 亿，殡葬需求理论上应该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经济下行让中产崩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中产家庭在过去3年中财富缩水，资产主要集中在房产，现金流紧张。结论是，大家不是不死，而是死不起。消费降级不仅仅是喝瑞幸代替星巴克，买拼多多代替天猫，它已经深入到死亡的最后1公里。以往，丧事是一场家庭的体面消费，哪怕借钱也要摆出排场。但如今，越来越多家庭选择减半。根据民政部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丧葬支出的人均花费同比下降 35%。不少地方的殡仪馆甚至推出了极简套餐，火化加骨灰盒，价格低至2000元。重庆、河南、辽宁等地骨灰寄存数量连年上升。数据显示，仅重庆一地寄存骨灰盒的数量5年内翻了1倍。这就是现实。昔日死要面子的中国人，如今开始算计怎么花最少的钱把葬事办了。殡葬业的衰落并不仅仅是一门生意的滑坡，它折射出中国社会更大的悲剧。第一，中产阶层的坍塌。福寿园的主要客户群体原本是所谓的中高端家庭，但如今这批客户群体成了最焦虑的一群人。
房贷压顶，收入下降，孩子教育、父母养老，所有开支像一张网，把他们勒得透不过气。买木早就不在他们的消费清单里了。第二，消费信心的丧失。麦肯锡在2025年的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指数跌至近20年来最低。殡葬业的冷清只是这个信心崩塌的冰山一角。第三，文化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相信入土为安的传统，他们觉得骨灰寄存、撒海葬，甚至不留痕迹，都是一种解脱。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社会从生的焦虑走向死的冷漠。2025年，中国殡葬业第一次集体陷入寒冬。龙头福寿园亏损2.61亿元，墓地价格腰斩，万同园、安贤园等企业集体转亏，越来越多普通家庭选择最便宜的寄存和避葬。这一切指向的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在经济寒冬中，中国人不只是活得艰难，连死都死得凄凉。过去10几年，福寿园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墓地价格比豪宅还贵。如今，它成了经济困境的缩影，连死人刚需都不再刚需。死亡成为了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产阶级的破碎、消费信心的坍塌、传统观念的动摇。如果连死都成了一种奢侈，中国的未来还能给活人什么希望？